欢迎收看新闻焦点。中国反战文引热议，爱国主义不敌对现状。德国之声。中国网络上日前出现不愿为国而战的帖子，称绝不上战场也不让孩子去，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台湾学者王信贤撰文指出，中国的爱国主义以不敌民众的生计考量及对现状的不满。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在陆委会5月份的大陆与两岸情势简报撰文指出，近期中国网络上出现一波不愿为国而战的论战，主张不愿上战场的主要理由为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以及不愿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战，是否代表官方所带动的爱国主义逐渐不敌一般民众的生计考量与对现状的不满，值得进一步观察。中国社群网络日前曾出现表达不愿为国而战的热门帖子，内容写道：如果发生战争，我是不会去的，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发帖人表示，我是生长在社会底层的人，和平时期没人记得我们，有难时候才想起我们。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时候，享受国家待遇时候，都没有给同等待遇，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也不让我的孩子去。这则帖子在中国社群网络引发热议，并引起不少网民的共鸣。有人支持发帖人的底层不参战观点，有人认为必须先加强社会福利才谈是否参战，也有一派人表示为祖国而战是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若有战，召必回。主流观点则普遍认为，爱国情怀消退的危险信号值得每一个人警惕。中国网上有帖子分析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民对自私自利富人的痛恨，以及官员贪腐不作为和执法人员滥权。王信贤在其题为《近期中国大陆民众政治信任及舆论观察》的文章中写道，近期中国大陆社会出现质疑城管、农管执法、公权力扩张、退休金锐减等舆论，对政府信任度下降。他观察指出，由于党中央高度集权决策，使民众对施政不满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的情况日益增加。文章也分析称，根据过去的国际机构调查，中国民众的社会安全感较高，但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疫情防控乱象以及防疫政策从清零大转弯，使得民众的社会安全感急剧下降。在社会心理的焦躁浮动、冲突不断之下，爱国主义甚至不敌现实。作者也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稍有不利的言论极其敏感，进而无限上纲。例如，效果文化脱口秀演员李浩石 House 因提及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指冒犯解放军遭到调查，官媒也大加挞伐。王信贤认为，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事件虽不致对中共统治造成立即而明显的挑战，但将对民众的政治信任造成冲击，也为未来的社会治理埋下不可预期的伏笔。为武统台湾言论降温。近年来，台海局势不断升温，北京当局虽声称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愿放弃武统选项。中国军机及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中情局、CIA 等多方担忧中国武力攻台。台湾国防部表示，周四6月8日侦获歼11、歼16战斗机、轰6轰炸机、运油20及预警等各型机，共计37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与东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军启动防御系统应对。这是中国近期最新一次大规模的军机扰台行动。虽然中国网上不愿为国而战的帖子并未指明是因何而战，但台湾媒体和分析人士立即联想到台海战争，并评价称中国网上的反战文揭露中国人民真实心声。台湾中央社5月初曾引述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撰文指出，中国网络正出现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关于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各方辩论禁令似乎被解除，一种不同于目前风向甚至禁忌的观点已被允许流传，亦即现在决定强行统一台湾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文章分析认为，相关讨论一直存在于中国网络上，没有被中国审查机构删除，清楚表明中国当局接受了这个谨慎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高层打算让它流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中央社引述日经亚洲称，虽然中国当局不排除武统台湾，但中国的军事和安全专家从过往经验知道，这么做会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暂时平息因战狼宣传而激起的舆论热潮。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台湾国立政大学生疑似成立卖淫公司。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政大一名法律系学生遭同校生指控，疑似成立卖淫公司，更在教板上公开征才，声称这是一间提供把妹教学与娱乐服务的新创公司，
但实际一看内容，约会一次费用为35000元台币，下同约港币8913元，时间4小时，还强调可以搂抱、摸奶、舌吻等互动，还写着可爱正妹想找人约会，顺便赚点零用钱。据报，该公司负责人何姓学生稍早发文道歉，并表示身为政大在校学生，愿意接受校方的一切调查与处分。对此，政大回应，法律系已主动对该生展开调查，厘清事件真相，并依照相关规定提送奖惩委员会进行审议。据台媒 ETtoday 报道，一名政大生在 Car 踢爆，不知道大家对于常常在交流版出现的西格玛有限公司有没有印象，声称以教学男性把妹为主要服务内容，但他们实际服务的内容真的是如此吗？而且服务不是以课程作为收费单位，而是以约会对象作为收费单位，这好像跟一般认知的社交课程不太一样质疑何姓学生疑似成立卖淫公司。从 IG 官网限动截图可见，可爱正妹想找人约会，顺便赚点零用钱，双北皆可约，一次约会时间为4小时，费用35000元，约会地点你给，还强调女生主动大胆又敢玩，可以搂抱、爱抚、舌吻、摸奶，体验情侣约会爽感的难得体验，请好好把握，保证是台湾正妹朋友。该公司官方 LINE 账号上面写着新来的妹妹21岁而已，不太懂约的行情，零用钱要太多，我跟她谈过之后，定价从3万元降到2万元，不久后官方又更新资讯，由于正妹没人约，决定限时大特价，收14000元就好，大家快约她出来玩吧。爆料的同学指，上面并非以课程作为收费单位，而是以约会对象作为收费单位，这好像跟一般认知的社交课程不太一样此外，该名同学还使用法律系教室拍摄盈利事业的影片，我不知道何同学到底哪里来的脸，敢在学校交流版光明正大的发展这种有违法疑虑的事业，也麻烦何同学不要再丢法律系的脸。对此，负责人何姓同学发声明致歉，不论是否有违法，我的行为确实造成了大家的反感，也可能会影响系上及学校的名声，创业时没考虑到这些，实在是我的错。今天才发文，并非逃避，而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完整的说明，并且清楚表达我的歉意，并强调我们不提供性交易，不是茶庄、应召站，也没有卖淫的服务。身为政大在校生，我愿意接受校方的一切调查与处分。政大稍早回应，法律系已主动对该生展开调查，待厘清事件真相后，将依照相关规定提送奖惩委员会进行审议。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青瓦台一面倒亲美，北京大国之资压制。明报记者王胜晨一句选错编言词，近日引发中韩护照大使当面警告，两国关系受此牵连也渐走下坡。长期关注中韩议题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增嘉向明报指出，两国关系的问题除了出在青瓦台以一面倒转向亲美战略，北京秉持的大国之资外交形象也把双方关系推得更远。蔡增嘉认为，今次召见大使风波只是近期中韩关系降温的缩影，两国交恶的背后非一日之寒。蔡分析，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以来，积极展现与美日增进关系的取态，甚至平提台海问题，势必令北京警惕。青瓦台及韩国主流社会自新冠疫情爆发后，对华恶感普遍上升，朝野已形成共同取态。加上近年韩国对华出口不振，依赖度不断降低，美、印、澳、越等国正替代中国成核心出口市场。以上因素合力推动着韩由过往涉华走中间路线，转向今时一面倒亲美靠日。蔡增嘉说，今次事件属口头小打小闹，不至于影响中韩长期外交根基。唯今次以非韩首遭训斥，北京近年对韩展现具有压制意味的大国之资，的确令后者以致国际社会观感不佳。蔡认为，北京不希望韩道向美，但如此外交却只能起反效果，令情势更不在掌控中。谢谢收看新闻焦点。